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邕江，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乃清远，屯里生屯里长，在这个壮族山寨里，已经生活了60个年头。邕江的水涨上来了，端午节快到了，1年1度的龙舟赛又要开锣，这是屯子里每年的大事。大家有没有信心？有。要不要第一？有。今年开春，乃清远再次被选为龙舟队的领队。从10年前开始，他就一直担任这个全村人人瞩目的职务。这几天是他最忙，也是最操心的时候。人品好，然后他领导能力强。87年开始组队，当时呢只有40-50个人，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40多个人了。花乃屯位于邕江下游，有326户人家，1200多口人。屯子里90%村民都姓壮姓乃，共计1个祖庙。平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端午节的头半个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回到村里。平时冷清的小村开始热闹起来。乃新海今年30岁，是花乃屯的村民，在附近的镇上开了一家美发店。这次回村参加龙舟队员选拔，他被幸运地选中，成为龙舟队的鼓手。到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比方说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呢，就自动请假自愿回来。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划龙舟要的是同心协力，自然要天天操练。每天开始训练前，大家都要在祖庙前的这个小广场上集合。大赛在即，作为领队，队员训练的伙食开销，自然要德高望重的乃清远去筹集。事实上，这段时间，男人们都放下了田中的活计，放下了远方的生意，一门心思扎堆做同一桩事情。这种凝神聚力的感觉，让人心生强大，而能拿到金牌，则更是让人兴奋。今年，乃清远在村里组织了4支龙舟队，大家都憋足了劲儿，志在夺标。我讲注意，用力！
con nhìn前面，哇！到，上来，到，耶！到。据史料记载，广西赛龙舟的习俗始自春秋，2011年被列入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百年的时光，并没有让它变成离生活渐行渐远的习俗，而是成为一场男女老少每年期盼的最大赛事。左江与右江遥遥相望，江边坐落着另外一座古镇杨梅。这里三面环水，透过密布在古街的古建筑，可以隐约见到这座始建于宋代的南国古镇当年的繁盛景象。端午将至，也是古镇最热闹的时刻。喝雄黄、熏艾叶、果粽子，当然，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备战龙舟赛。龙舟队集结待发前，总要举行一场隆重的上水仪式，舞狮、燃香、龙舟点睛，为的是祈神灵保平安。有义第一，杨梅必胜。黄秀芝今年已经98岁，作为疍家人，他曾在渔船上生活了30年，现在虽说上了岸，但还是临水而居，这也注定了他与邕江一辈子的缘分。灵力镇位于邕江下游，据史料记载，在唐代以前就开始有疍家人在此生息。这个水上族群祖祖辈辈夫家饭宅，与水为伴，如同蛋壳漂在水上，苦水寒潮，风浪无常，生命也像蛋壳一样脆弱无助。梁碧云也是疍家人，他住在邕江的上游，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对他而言，过去的疍家生活也只是他偶尔讲给后辈们的故事。經過好多難處，都冇講得盡，沒有食，沒有衣服着，都係咁企冷撐到過嚟。過去的生活回憶起來總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南寧的疍家人已經上岸定居，結束了水上漂的生活。梁碧雲現在已經住進了南寧城。今年的端午節，梁碧雲特地組織了一支龍舟隊。這支老年龍舟隊由12位50歲以上的疍家人組成。梁碧雲自告奮勇，做起鼓手。就是解放前基本上在船上呢。黄秀芝的大兒子譚贊新今年已經70歲了，退休前在南寧市委黨校工作。8歲前，他跟父母一起在船上生活。8歲上岸求學，離開了水上的家。53年，那時候呢，我正好可能上小學了。上小學就不能在船上啊，在船上就不固定呢。端午節一大早，星散四方的兒孫們回來了，老老小小有32口人，齊聚在黃秀芝的老宅裡，四世同堂，闔家團圓。
这是老人最高兴的时候。原来我在这里上学，才3个老师，2间教室，1个小学哦。现在变成大了，等于这几十年能力变化最大了。疍家人水上漂、卑微而贫穷的身份，变动不居的艰苦生活，形成了团结互助的习惯。一家有难，八方支援。全家大聚会，喜气洋洋的气氛也感动了周边的乡亲，大家也加入进来。一个家庭的聚会成了村里人的大聚会，人多时，一条长街摆开流水席，家宴变成了百家宴。乐观，这点，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啊，他都想得开。我感觉他吃东西啊，什么都吃得苦。端午节如期而至，龙舟赛正式开锣。迅疾其驰，赵歌乱响，宣震水陆，观者如云。花乃屯的小伙子们奋勇争先，拔得头筹，第1名的荣光是对他们最大的奖赏。尽力尽责，比过赛过，不论是第1名还是最后1名，都无怨无悔，同样兴高采烈。为了进入决赛，明年争取。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在被按了快进键的当下中国，传统社会仍然按照它的逻辑在自然生长，是流动不息的邕江，让两岸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奇妙的对应和关联，是乘风化人的民俗，使得这里的人们保持着对传统的敬奉和对人情美德的共同守望。而正是这种敬奉和守望，保持了这块南国热土的千年根脉，护佑了邕江两岸人民的精神家园。潘甲江58岁，他所在的南宁武鸣区是壮语标准音的发源地，这里也被称为中国壮乡。潘甲江正在忙着一件大事，他要自己建一个壮族博物馆，这是他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很多过去我们施工见惯的东西已经消失了，我现在要把这些没有的东西收回来，保存起来，展示给大家，特别是要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的壮民族文化。潘甲江要做的博物馆有3000多平方米，准备展出5000多件老物件，都是他花了10多年功夫，像燕子衔枝垒巢一样，一点点攒起来的。潘甲江15年前开始搞收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收藏点石具、石墨那种生产工具，希望用点小投资，将来会有大的回报。东西收了一大堆，是要我想，干脆就办一个自己的博物馆。有些事情比赚钱更有意义。不曾想到的是，老潘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东西越收越多，钱也越花越多。几年下来，
自己干工程挣的钱，差不多全都投了进去。前些年赚来的钱都打进去了，收这些又不得当饭吃。我是有些背着他来收场啊，比如这个物件就拿了1000，我还报他50。就这样，5000多件老物件被潘家江一件件收藏起来。他的心愿是办一个壮族博物馆。在他眼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老物件，其实都是一段段经过岁月淘洗的历史，是值得珍藏的记忆。这个都是我家，我从小就生长在这里。我小时候我们在这里的话呢，老人给我们说，我们附近这里有一条龙，天旱的时候，龙是在清水泉那里。从小我就有这种想法。1994年8月，当时还是公司职工的黎世民，像往常一样上班，在邕江边上等待渡船时，他看到有人在推土建鱼塘，露出了一些奇怪的大骨头。黎世民小心翼翼地用报纸把这些骨头包好，拿到了雍宁文物所。没有想到，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就此拉开帷幕。当时我在办公室，就呢有一个人呢就用那个报纸啊这样包了一包呢那个骨头啊，很大的骨头，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从1997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顶斯山遗址进行3次考古发掘。3年时间里，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蚌器和骨器等文化遗物，还有人类遗弃的各种动物遗骸。这一发现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当年的中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发现了顶斯山遗址这一块了之后呢，就补上了南宁在新石器时期史前文明的这么一个空白。顶斯山遗址，它是我们目前发现南宁地区就是万年前后最重要也是最保存最好的一个遗址，是在华南地区或者东南亚都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个遗址之一。自然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多样，这些条件它为这个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或者是选择这里生活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黎世民的一个偶然经历直接促成了一大发现，而对于黎世民来说，小人物遇见了大历史，从此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黎世民退休后迷上了写对联，自传自写，在林林总总不下1000幅的对联中，有纪实、传说，有写景抒情，其中特别多的是顶斯山。他想用这种文化形式，把顶斯山的历史讲述给下一代。8000多年前，我的家乡这里就有古先民活动的轨迹。8000年后，在这里就成为了国际园林博览会的会址，历史在这里交汇。作为南宁人，我感觉很自豪。作为人类在邕江最早居住的遗址，现在的顶斯山已经成为南宁的文化标志，成为新建的园博园的所在地。生活在继续，时间改变了一切，也消磨了一切，但尘封的文物却留住了曾经的旧时光，铭刻着岁月的此消和彼长。他以苍老的容颜告诉人们，什么是昙花一现的表象，什么又是长久不变的历史。变化是表，不变是理，在所有的变化中，却总有一些东西会天荒地老，历久弥新，让人心生感动和暖意。
广州这边的这个信息密度很大，因为有一大批这样子做这个海外业务的这些企业，而且这些企业都做得很不错。南宁到广州的高铁，每个月谢建兵来回要坐不下10趟。80后的谢建兵，现在南宁开了一家科技公司，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小语种人才提供互联网技能培训，为在中国从事对外贸易的互联网企业提供人才资源。广西有70%以上的东南亚小语种人才。广州的这家茶馆在中国的 IT 界非常有名，同好相聚，同气相求。谢建兵一大早从南宁赶来，是要约见2位重量级人物。谢总呢，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互联网的朋友圈里面，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 CEO 的，既有商人的敏锐的触觉，同时呢，他又对于整个广西或者说南宁的互联网业务，他还是特别有一份心的。谢建兵从事的事业才是第5个年头，但已经在小语种培训圈内做得小有名气。中国出海，中国互联网出海，它是一个大的趋势。整个东南亚这块是他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在未来，它一定会需要大量的这样子的一些人才。1982年出生的谢建兵，8年前是为了爱情，选择在南宁创业。如今虽说物是人非，但他也在南宁落下了根，成了新南宁人。因为我在南宁这边发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可以很大，这个事情很有意义，这个事情又特别适合你去干，所以我觉得我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我小时候就住在江边上。80后的罗丽丽就住在邕江边上，每天早晨都会到邕江边跑上10公里。我从16、17岁的时候特别喜欢玩各种极限运动，想登极高海拔雪山。大学毕业后，罗丽丽开始实施她的登山计划。我的血氧含量和血红细胞携带量是正常人的1倍，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有一些天生的因素在里面。其实登山运动它的风险性非常大，死亡率非常高。我们要在山上承受的是严寒、恐惧、极度缺氧，所以说登山运动它是一项特别挑战人类的一个生理和心理极限的这么一项运动。登峰体验是在山下望风息心的人无法体会的。到2004年，罗丽丽已经登上过10几座海拔7000米以上的雪山，但是攀登地球最高级无疑也是危险的。2005年在宁津抗沙峰的一次经历让她至今记忆犹新。突然我就踩到了一个暗裂缝，掉了下去。我在下面我很紧张很害怕，手舞足蹈的就到处的想找一个借力的地方，没有办法，它下面是一个悬空的这么一个地形。当时我唯一的一个保障就是我和我的队友中间有一根绳子接住，我们2个是拴在一块的。最终他费了9牛2虎之力也把我给救上来了，然后我们2个人大字形躺在那个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气。无限风光在险峰，攀登永远在路上，这才是极限运动的魅力所在。2009年，罗丽丽开始挑战自己的极限，攀登地球第3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这一次，她站到了珠峰的最顶端。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罗丽丽完成了登山的夙愿，可她并没有停止挑战的脚步，她瞄准了下一个目标——潜水。自
自由潜，它也是属于极限运动。所有的极限运动我都喜欢嘛，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挑战。我想我挑战过生命的高度，我还想感受一下生命的深度。挑战极限，成就自我，不断打开新的人生界面。罗丽丽、谢建兵，年轻一代在用他们的激情和智慧，构筑属于新时代南宁人的梦想。这是他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荣光。历史和现实相连，文化与生活相通。当沉睡的山河迎来清晨第一缕霞光，当万家灯火最终汇成城市的璀璨星河，邕江两岸的生活舞台上，一如既往的是南宁人习以为常的繁忙与精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邕江的故事还在延续，两岸的人们也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寻求更加美好的生活。但不论是诗意还是凡俗，是乡土还是时尚，这个舞台所演出的已经是属于当下中国人的自我选择。在袅袅的生活烟火中，和时光一起行走，我们可以感受历史的壮阔和伟丽，浏览曾经的绚丽和浮华，体会充满生机的成长力量。所有这些都是这条大江的光荣与梦想，自然也是两岸人民的福祉和希望。流过了多少道弯，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历经了多少沧桑，才有了你今天的容颜。